清河，快收拾细软，咱们连夜走。公爹征战归来，带回一对母女，年长的给自己做平妻，年幼给我夫君做新妻。夫人，这是柳荫，以後是府裡的平妻。婆婆见狀，非但沒鬧，反而笑開了花，不僅要親自下廚接風，還讓我取綢緞給母女做新衣。下廚，讓妹妹嘗嘗我的手藝。文旭，這是念初，柳荫的女兒，給你做妻子。哎呦，天大的好事兒！祖宗庇佑，侯爺和世子開枝散葉。去開宴，地窖裡那壇20年女兒紅拿出來。母女倆一個嫁公爹，一個嫁夫君，這府裡真熱鬧。清河，傻愣着幹嘛？去庫房把那批雲錦、蜀錦都取出来，給柳夫人和念初姑娘裁幾身新衣，料子挑最好的。是，母親。郎有情，妾有意，我算什麼？公爹手握兵權，夫君更是尊貴的世子，我不過是料理後宅的管家婆。現在夫君又要有新妻了，我能說什麼？侯爺這些年在外頭征戰，能帶柳妹妹回來，是天大的緣分。我這做姐姐的心裡頭高興。來，妹妹，我敬你一杯。夫人說的是，柳荫的亡夫乃我丈叔同頭，不幸戰死沙場，留下他們孤兒寡母，我能不管？念初這丫頭孤苦無依，能許給文松也是她福氣。少夫人，夜深了，安歇吧。谁？清河，快收拾细软，咱們連夜走。走？去哪兒？離開這兒，去一個沒有他們父子的地方。為什麼？還用問嗎？這個家從根上就爛了，你還想忍到什麼時候？忍到那個念初生下長子，你被挪到偏院等死？是啊，我還在期待什麼？趙文尋的愧疚，公爹的恩賜。別發愣，嫁妝單子呢？拿出來，值錢的能帶走的一件不留，特別是地契、鋪契，還有銀票。南城的院子，西街的鋪子，不錯，都是活產。剩下的呢？都在庫房鎖着。笨丫頭，自己的東西放宮中庫房，罷了。去把衣服收拾了，能換錢的擺件、玉器都包起來。母親，這是侯府中妹的鑰匙，我掌了20年，府裡有多少東西比你公爺清楚。我以為他只是帶我逃，他這是要搬空整座定遠侯府，他們會發現的。等他們發現，我們早在千里之外了。當我20年的心腹白養的，你公爹總以為帶兵是本事，我讓他看看，治家比帶兵難多了。這把是外院庫房的，他這次得的賞賜，那些金銀都在裡面。東廂密室有侯府歷代攢下的古玩字畫，西邊馬廄下面我挖了3年的地窖，藏着真銀子，通通搬走。這是在挖定遠侯府的根。怕了。從他眼神落在那個女人身上起，我的心就死了，心都死了，還怕什麼？不怕，好孩子。記住，女人能靠的只有自己手裡的錢和同樣處境的另一個女人。男人是天，就讓他們在天上飄着，我們在地上活得比他們好。你2個丫鬟可靠嗎？春桃和秋絹跟我一起長大的。叫進來，今晚的事成了，他们跟我們走，一輩子富貴；不成，我們一起死，讓他們自己選。你們進來吧，我要搬空侯府跑路，你們跟不跟我走？奴婢跟少夫人走。好，春桃，你去外院找王管事，把這個給他，
他知道怎麼做。秋菊，你跟我来。清河，把能带的都打包，动作快，只有1个时辰。这些好东西留给那个新妻吧，我只要钱。都妥了，王管事把府里能动用的车马都牵来了，其他下人每人发50两遣散费。明早之前，这座府就是一座空府。我的婆婆，这个当了20年贤妻良母的女人，到底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手段？走。夫人，少夫人，都备好了。王叔，这些年多亏你。夫人言重了，侯爷不仁，休怪我们不义。夫人对我们一家恩重如山，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护夫人们周全。王叔，你按計劃走水路去泉州，有人接應你。東西脫手後，帶家人去海外，別再回來。契書我都給你備好了。謝夫人，夫人和少夫人一路保重。那裡有我3年的青春，有我曾經以為的一輩子的家，現在都沒了。別看了，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了。母親，我們這是去哪兒？去江南。我在那兒用自己的嫁妝置了處小宅子，沒人知道。清河，我嫁進侯府那年跟你一般大，都是被娘家送來換前程的。這20年，我忍他納妾，忍他把庶子庶女塞我名下，忍他掏我嫁妝填軍費。我以為熬到文尋娶妻就算到頭了，可他跟他爹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再忍下去，你就是下一個我。他們不給活路，我們就自己殺出去。原來他不是一時衝動，他是在用半輩子的隱忍，賭着最後一次的自由。母親，我都聽你的。以後別叫我母親，我姓林，單名一個惠字，你叫我林姨吧。林姨，哎，這是我們未來的家底。我把侯府那些死物都換成了這個。王管事帶走的是金銀古玩，目標大，容易查。我們帶的這些認票不認人，到了江南換個身份，誰也找不到。還有這個，原來不是公爹修他，是他修公爹。這份東西我已經讓人謄抄了100份，如果我們平安無事，他就永遠不會出現。如果他們敢派人追殺我們，定遠侯府就等着抄家滅族吧。我竟然一直沒看出來，他忍了這麼多年，原來早就算好了一切。夫人，前面就是通州碼頭了，再往下是運河，人多眼雜。老伯，多謝了，勞煩船停前面野渡口，我們自己上岸。林姨，現在怎麼辦？等。林老闆，按您吩咐，車備好了。貨呢？都在車上，米麵油鹽，還有幾套換衣衣服。這是早年我資助過一個鏢局的燙子手，姓孫，嘴巴嚴，靠得住。我們走官道要1個月，太慢也太惹眼。走小路辛苦些，但半個月就能到。原來他每一步都算好了。孫大哥，多謝，剩下的路我們自己走，你回家好好過日子，我們就當沒見過。這是我托人提前安排的，這家姓周的婆婆每3天來打掃一次，送些吃食，除了她
沒人知道這兒住了人。終於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这輩子沒吃過這麼好吃的飯。清河，從今天起，你不再是定遠侯府的世子妃了。想過以後要做什麼嗎？我不知道。沒關係，慢慢想。我們現在有錢有時間，你想學門手藝，或者就這麼清清靜靜的過一輩子都行。那你呢？我啊，前半輩子給別人活，後半輩子想給自己活。去看看江南的園林，聽聽昆曲，嘗嘗那些只在書上見過的點心，把以前沒過的日子都過一遍。他眼裡有一種光，是我從未見過的，叫向往的光。京城裡的定遠侯府現在是什麼樣子了？他们看到空侯府会是什麼表情？是暴跳如雷，還是驚慌失措？想想就覺得痛快。來人，上茶。人呢？都死光了！爹，人呢？下人們怎麼一個都不見了？我怎麼知道？夫人呢？去夫人院子看看。侯爺，世子，你們怎麼在這兒？我們等了半天，連個奉茶的人都沒有。閉嘴！完了！侯爺，不好了，不好了！外頭來了好多人，都說是債主拿着借據要我們還錢。債主？什麼債主？我什麼時候欠過錢？是夫人的私意，他們說夫人以侯府的名義借了30萬兩白銀。他不僅掏空了侯府，還給我留了一屁股債。爹，你看，定遠侯府完了，半輩子的基業一夜間都沒了。娘，我們怎麼辦？別哭，別哭。都是那兩個賤人！清河，這就是我們下半輩子的底氣。去錢莊把這些銀票都兌成現銀，這幾個鋪子盡快脫手，京城的東西一樣不留。夫人，我一個人。這是我一個遠房表哥的地址，他會幫你，萬事小心。你看，我們現在有多少錢，每個月開銷多少，未來打算做什麼，都要有計劃。錢不能放在手裡，要讓錢生錢。看這個，進項、出項，利息怎麼算，這門生意能不能做，說到底看他的進
消存3本賬，比你学10幾年女紅有用得多。你比我想的要聪明。在侯府那3年，我以为自己已經變得沒有思想，現在才發現，我只是被關在籠子裡太久了。畫得不錯，不過你心裡藏着的事，也該畫出來讓我看看了。這匹不錯，襯你的膚色。林姨，這塊薑黃的你穿肯定好看。好像京城的3年就是一場噩夢，現在夢醒了。小姐，林姨，定遠侯府完了，侯府欠下巨額債務，趙德變賣了所有家產，連祖宅都賣了才勉強還清。皇帝知道後，削了他的爵位，貶為庶人。他們一家和那對母女搬到了城西一個破舊小院裡。趙文勳天天酗酒，喝醉了就打人。那姓柳的母女跟他們天天吵，雞飛狗跳。那些人，那些事，已經和我無關了。清河，侯府的事完了，現在該說說你自己的事了。好了，京城的事到此為止，以後誰也不許再提。是。清河，你想做什麼？我想開一間繡莊。我娘是江南有名的繡娘，我得了她的真傳。在侯府，我的繡品只是討好夫君的玩意兒。現在，我想讓它成為我的事業。好，你想做，我們就做。江南的繡品聞名天下，要做就做最好的。就這裡，不在最繁華的地段。我們的東西要賣給懂行的人，酒香不怕巷子深。名字，我想叫慧心閣。林姨的慧，我的核心。林姨，你說它能成嗎？能不能成，不在這棟樓，而在你手裡的針。新店開業，大家可以過來捧捧場。這幅多少錢？20兩。這20兩，比我在侯府收到的任何賞賜都珍貴。清河，祝賀你。從今天起，你不是誰的妻子，不是誰的兒媳，你是慧心閣的掌櫃，蘇清河。清河，生意開了門，接下來的路可不會像今天這樣順利，你怕嗎？生意比預想的還要好。蘇掌櫃，那幅煙雨江南的屏風繡線不夠了，客人催着要。知道了，我馬上去看。
這塊用銀灰線，3根丝并1根，山要有遠，顏色能太重。掌柜的，不好了！门口来了2个地痞，说我们的绣品是假货。各位瞧瞧，这就是慧心阁的绣品，洗一次就褪色。我媳妇买回去的帕子，洗一水就成抹布了。你胡说什么？我们慧心阁的绣线全是蘇州進，絕不褪色。喲，掌櫃的還挺橫。你們這花樣是不是偷錦繡鋪的？我瞧着一模一樣啊。2位，要鬧進去鬧，別在門口，當着客人的面，有什麼話咱們當面說清楚。在座的夫人小姐都是行家，今兒個我把我們慧心閣的繡品和錦繡坊的擺在一處比一比，誰的針腳更細，誰的配色更雅，誰的料子更好，大家自己看。差的不是一星半點兒，光着針法就甩對面幾條街。你們給我等着！這只是開始。林姨，我們報官吧。官府和他們都是一丘之貉，報官沒用，只會把我們自己拖下水。對付流氓，就要用比他們更流氓的辦法。我出去一趟。林姨，他們是鎮上曹幫的人，花了點錢，請他們來看場子。曹幫，連官府都要讓他們3分，你怎麼請動的？我打聽到曹幫的老大是個孝子，他老娘最喜歡刺繡，我親自上門送了他一幅百壽圖，又應承以後幫裡兄弟的紅白喜事，繡品我們都包了。有時候，人情比錢管用。林掌櫃，之前是陳某有眼不識泰山，您大人不計小人過，饒了我這一回。陳掌櫃，打開門做生意，憑的是本事，不是手段。再有下次，就不是曹幫看門這麼簡單了。林姨，慧心閣算是在這鎮子上站穩了。站穩了。這世上還有多少像我們一樣逃出來的女子？我想給她們一個家。想好了，叫什麼？慧心院，收留無家可歸的女孩，教她們手藝，讓她們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好名字，比我當年給侯府繡坊取的錦繡軒強多了，俗氣。地方收拾好了，帶我去看看。我雖然老了，還能幫你盯盯人，哪個是真心想學的，哪個是來混飯吃的，我一眼就能看出來。林姨，建一座院子要不少銀子，我們的家底夠嗎？從今天起，這裡就是你們的家。我們會教你們讀書寫字，教你們刺繡手藝。學會了，你們就有安身立命的本錢。你叫什麼名字？小草。小草，好聽。以後你就在這裡學刺繡，好不好？這裡的生活比在侯府錦衣玉食要快樂1萬倍。
千世子趙文寻。你让我进去，我要见苏清河，我是他夫君。这位客官，你认错人了，我们掌柜不认识你。这不是那个乞丐吗？在镇上晃了好几天了，还敢自称是掌柜的夫君？癞蛤蟆想吃天鵝肉。骗人！苏清河，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真是阴魂不散。别怕，下去看看，有些事总要当面了结。啊，真的是你！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位客官，你认错人了。清河，放出来！我叫苏清河，慧心阁的掌柜，我不认识你。苏清河，你就是苏清寒，你这个贱人！你偷走了我们家所有的钱，害得我们家破了之。你把这一切还给我！原来他不是在爱我了，他是来要钱的。我告诉你，那些钱是我婆婆林姨的私产，是我蘇清娥的嫁妆，跟你們趙家沒有一文錢的關係。趙文尋，看在夫妻一場的份上，我不想你太難看。拉走。蘇清河，我一定弄死你！柳夫人，1年不見，怎麼找到這裡來了？蘇姑娘，我們母女走投無路了，厚着臉皮來求你。侯府敗了以後，侯爺吐了血，沒2個月就走了。世子天天酗酒，喝醉了就打人。我帶着念屋改嫁了個商賈，誰想到他犯了事入了獄，家產全被抄了。我們母女倆是真的身無分文了。我們想借點盤纏。盤纏我可以給，但我有2個條件：第一，拿了錢立刻離開江南；第二，把趙文尋在京城的確切地址告訴我。我說，他在城南甜水巷，跟他爹的幾個老部下湊合着住。我會吩咐他們去賬房取20兩銀子，再備1輛車，明天一早會送你們走。多謝姑娘，多謝姑娘。走了，明天一早走。你給了多少？20兩，不多不少，剛好讓他們能走，又不會覺得你大方。柳茵這個女人，我在侯府見過她2面，一次是她進府那天春風得意，一次是我出府那天她在門口哭。她的眼神一直沒變，永遠在找救命稻草，但她身後那個丫頭從頭到尾沒說話。柳念初，他確實只看了我一眼，那一眼裡有什麼？說不清，不像是感激，也不像是恨，像是在打量。打量就對了，他娘是用可憐換銀子，他是在用時間換信息。你今天跟他見這一面，他把你慧心閣的位置，你現在的狀態，你身邊有幾個人全都看走了。這個丫頭比他娘難對付。林姨覺得他會有後招，不一定現在，但如果他以後翻了身，一定會回來找你。你知道為什麼嗎？他這輩子最風光的一天就是踏進侯府那天，結果我們一走，他什麼都沒撈着。他不敢恨他娘，不敢恨趙德，不敢恨趙文尋，我們是他唯一能恨的人。那我今天放他走？放得對，你不放他走，怎麼知道他要往哪裡去？清河，敵人分2種，趙文尋那種蠢，壞在明面上好對付，另一種藏在暗處，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咬你。對這種人，別趕，別攔，讓他自己走出來，走得越多，漏得越多。你這些孩子裡，那個最小的，他叫什麼？小雅，在城隍廟待了大半年，無親無故。他以後會是你的衣缽傳人。我看人看了60年，不會走眼。誰的信？京城的，官府的傳喚文書，有人把我們告了。告什麼？
侵吞侯府家產。告状的人不是赵文寻，他没有这个腦子，是柳念初。出什么事了？柳念初，她现在不是讨盘昌的落难姑娘了，是安王侧妃。她状告慧心阁以妖术惑众，说光影秀的技法非人力可为，要求府衙彻查。3个月，从讨盘城到当侧妃，再到递状纸，这个女人动作比我想的还快。你打算怎么办？她要告，我就让她告，不过要告到对的地方去。好，但你要记住，他告你妖术惑众只是一个幌子，他的真正目的不是让官府来查你，是要拖住你，拖到遴选結束，拖到慧心阁的名声在京城爛掉。那就讓他拖不住。你這次進京，我跟你一起去。林姨，你身子……我身子硬得很。10年前我帶你出京城，10年後我再帶你回去，讓他們看看當年從侯府跑掉的2個女人，現在活成什麼樣了。別怕，京城不是他們的京城，也是我們的京城。你有手藝，我有老關係，2樣加在一起，夠他喝一壺的。小姐，不好了，小雅不見了。什麼時候不見的？在哪裡不見的？誰最後一個看見她？趙文尋，一定是他。你來幹什麼？來看我笑話？我來告訴你一件事。當年你爹帶你進侯府大堂，讓你看那個叫柳念初的姑娘，你看她的眼神，我這輩子都記得。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在你眼裡連件家具都不如。你不用說話，我今天不是來聽你解釋的，我是來告訴你，10年前那個在你眼裡連家具都不如的女人，現在是慧心閣的掌櫃，是內務府欽定的貢品繡坊主人，是養活了200多個女孩的人。而你，趙文尋，你什麼都不是。你當年看上的那個柳念初，現在是安王側妃，過得比你強。你看不上的蘇清河，過得也比你強。你爹死了，侯府沒了，家產空了。你活了30年，輸得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沒剩下。你知道你為什麼輸嗎？你從沒靠自己站起來過，靠爹，靠頭銜，靠祖宗。等這些全沒了，你就什麼都不會。賺錢不會，做人不會，連做壞人都做不好。拐個孩子藏山洞裡，半天就讓我找到了。趙文尋，這輩子我不會再記恨你，因為記恨也是花力氣的，你不值得。說完了。說完了。他哭了。哭了，哭就對了。他哭不是知道錯了，是知道完了。一個人知道完了，比知道錯了更管用。林姨，你當年離開侯府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去牢裡看功夫一眼？不用看，他的下場我早就替他算好了，自己算出來的，不用看。那你這麼多年，一次都沒想過他？想過一次。是他死的那年，有人把他的頭髮和一封信寄給我，我看完信，把他的頭髮燒了。你知道燒頭髮的時候我在想什麼嗎？我在想趙德，你這輩子都沒弄明白，你最大的敵人不是你戰場上那些敵軍，是你自己家裡的2個女人。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了。走，回家，牢裡晦氣，回去用柚子葉洗手。接下來還有硬仗要打。小姐，錦繡坊的陳掌櫃來了，帶了7、8個鄉紳，說要見您。告狀的來了，這次不是趙文尋那種不入流的手段，帶鄉紳來是要聯名，背後有人給他支招。蘇掌櫃，這是鎮上23位鄉紳聯名的狀子。慧心院教女子識字算術、防身功夫，這些是傷風敗俗之舉，亂了綱常。
我们一行報府衙，請知府大人明斷。陈掌櫃，你說我傷風敗俗，會心院17個女孩都是無家可歸的孤女，我不收，她們要麼餓死在城隍廟，要麼被人販子拐走。按你的綱常，她們該在哪兒？哼，收留孤女是好事，但你不該教他們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女子無才便是德，你教他們識字算術、防身功夫，將來他們不安分守己，鬧得家家不寧，這責任你擔得起。陳掌櫃，你是開繡網的，你鋪子裡的繡娘識不識字？10幾個字的也有。識字的繡娘能看賬本，記項不出錯；不識字的少算1文錢都跟你鬧。你到底是嫌識字的女人太多，還是嫌自己麻煩不夠多？你那份聯名狀子上有幾個人的名字是你自己簽的？有幾個是你拿人情逼着簽的？周德勝，他家的女兒去年被夫家打回名家，是誰收留他學手藝的？是我慧心院。你讓他簽這個名，他臉紅不紅？還有，你說慧心院教防身功夫是亂了綱整，2個月前，清河的小徒弟被歹人拐走，那歹人就是他前夫。你告訴我，女孩子學點防身功夫錯在哪兒？陳掌櫃，錦繡坊生意差，不是我搶的，是你的花樣舊了，針線粗了，客人不傻，有功夫告我，不如回去把手藝練練。送客，請。你今天那幾句話比我的還狠。我說他手藝不行，是給他留了臉；你說他花樣是10年前的老樣子，那是揭他的皮。小姐，京城來的，這次不是府衙，是內務府。寫了什麼？劉念初換了打法，他不告妖術了，告欺君。他說光影繡底下藏了機關，銅絲魚線牽着繡面洞，不是真繡品。去年有客商拆了一副，夾層全漏了。你的繡品底下有夾層嗎？沒有，一針一線都是真功夫。那就讓他告。欺君之罪，內務府必須立案。他知道成立不了，他要的是拖時間，讓你錯過太后壽辰。靈姨，那我們怎麼辦？你知道內務府總管是誰嗎？孫喜孫公公。孫公公在宮裡30年，最恨外人往他地盤伸手。劉念初收買錢管怪，這手已經伸進去了。他現在不痛快，但不會主動查安王府的人，缺個由頭。你給他遞一把。那就請他來查我的繡品。對，讓他查，當場拆開，當場驗。驗完了，你的繡品清清白白。柳念春的狀紙就是誣告，誣告欺君是什麼罪？他一個側妃扛得住嗎？慧心閣願接受一切查驗，可派上衣間嬤嬤當眾拆驗繡品，若有夾層機關，甘願領罪；若無可疑之處，請行予參加連選。另聽聞內務府有冠氏與安王府往來親密，若查驗期間有可疑之人接近繡品存放處，請孫公公留意。你這句話寫得好，不是告狀，是提醒，不是針對安王府，是針對可疑之人。孫公公看了這句話，心裡就有數了。你再給他遞刀子，讓劉三派人送，走曹幫的路子，不要走驛站。柳念初在驛站有人，這封信不能讓他結了。京城比江南冷，你帶的那些衣裳不夠厚，試試。怎麼樣？很暖。我忽然想起10年前那個夜晚，他也是這樣，坐在燈下給我收拾行囊，一邊收拾一邊說：“快收拾細軟，咱們連夜走。”那時候是逃，這一次是殺回去。稟告小姐，曹幫劉三哥派人送來的。京城回信是孫公公的親筆。孫公公說，上衣間的人3天後到。他要我們準備好當眾拆驗。還有呢？他還說，錢管事昨日已調離繡品庫，調去了柴炭處。孫公公接了你遞的刀子，
柳念初伸進内務府的那只手被剁了。3天，3天后，要么慧心阁名正言顺进京，要么就再也没有慧心阁了。有我在，没有要么。把绣品收好，3天后让他们拆，拆完了我们进京。10年前我带你出京城，现在该带你回去了。孙公公说，遴选在即，让我们9月初5前抵京，上衣监当众验看，若有疑虑，可当场拆验；若无，则封存待选。孙公公这是给你搭好了台子，当众验不是关起门里验，到时候满京城的绣坊都在场，验出来没问题，柳念秋的脸就丢大了。万一他还有后招呢？他肯定有后招。他现在只有2张牌，钱管事和沈云。钱管事在明，沈云在暗。你把明的那张破了，他就会把暗的那张打出来。不急，一张一张破。现在先准备进京。林姨，你当年离开京城的时候，回头看了吗？看了一眼。看了什么？看了你公爹书房那扇窗户，窗户亮着燈，他還不知道家已經被我搬空了。那一刻我心裡想的是，趙德，你明天早上起來就知道什麼叫天塌了。清河，這次回京城你是什麼心情？說不清，不是怕，也不是恨，像是去赴一場約，10年前欠的賬，該清了。蘇掌櫃，一路辛苦，進去說。沈雲在您出發前3天，收到了一封從安王府寄來的信，寄信人是王府管事，姓周。信裡問您何時動身，走哪條路。消息是從驛站走漏的。對，驛站的驛丞是安王府的人。另外，柳念初現在把雲少閣的繡人們全部關進了安王府後院的繡房，不許外出，不許見人。院牆上加了碎瓷片，門口有人守着。沈雲也在裡面。那是繡房還是牢房？哼！柳念初以為鎖住人就能鎖住手藝，他錯了。手藝是磨出來的，不是關出來的。沈雲跟了清河5年，一針一線全在繡架前熬。現在關在王府後院，日夜趕工，手藝只會退不會進。不過這樣也好，沈雲手藝退步了，雲莊閣的繡品就比不上慧心閣。到時候遴選場上高下立判。蘇掌櫃，安王府送來的。安王長史代筆的。柳氏側妃因行為失檢，即日起入佛堂思過，不得出府。安王府動作倒快，錢管事一被查，他們就知道火燒到自己屁股了。把柳念初關進佛堂，是給內務府一個交代。犯事的人我已經處置了，此事到此為止。柳念初就這麼完了？不算完，但也難翻身了。一個側妃被關進佛堂，說明他在安王府已經沒了靠山。安王那種人不會為了他跟內務府硬碰。他以後的日子大概是吃齋念佛，過一天算一天。林姨，你說他會不會後悔？後悔什麼？後悔來惹你？他不會，他這種人到死都覺得是別人對不起他，他只會後悔自己沒把事情做絕，不會後悔自己做錯了事。你現在該想的不是柳念初，是沈雲。沈雲？對，柳念初倒了，雲章閣關了，沈雲和那些繡娘都被遣散了，他應該還在京城沒有下落。林姨覺得他會來找我們？會。柳念初給他畫了個大餅，現在餅碎了，他什麼都沒了，他唯一能去的就是你這兒。等着，別去追，自己走回來的人才不會再跑。掌櫃的，我對不起
让他跪着，先跪夠了再說話。跪够了，跪够了。知道当初你走的时候，你掌柜的说什么吗？他说沈云手艺好，就是心太急，心急了就容易被人拿空话哄走。今天你回来，是你自己想回来，还是没地方去了才回来？都没了。柳侧妃被关进佛堂，云舒阁关了，绣娘们全被遣散了，我没地方去。那你回来是还想做绣娘？我想回来，我不求再当绣娘，我从学徒重新做起也行，让我扫地、烧火、打下手我都干。你当初走，我不拦你，因为人往高处走。你想攀高枝，我不怪你，但有一件事你做的不对。什么？你走的时候连招呼都没打，不是对不起我，是对不起你自己的手艺。你在我这学了5年，说走就走，连个交代都不给自己。你这种走法，手艺会寒心。掌柜的，我遴选那天你在现场，你看到我拆绣品了吗？看到了。看清楚了吗？背面有没有夹层？没有夹层，一针一线都是真的。你什么时候知道没有夹层？从一开始就知道，柳侧妃那份拆解报告是假的，她根本没拆过光影绣，是让人照着别的绣品编的。我知道是假的，但我没有说。为什么不说？我怕说了，她不要我。在慧心阁，您教我手艺，把我当人看；到了王府，他拿我当工具，高兴赏件衣裳，不高興罵一整天。我不敢反抗他，也不敢回来找您。你不敢反抗他，就幫着他來害我們。林先生，你別叫我林先生，你背叛的不是我，是清河。他要怎麼處置你是他的事。我只問你一句，你給柳念初當刀的時候，有沒有想過這把刀有一天會砍向你自己？想了，每天都在想。但我不敢回頭，我已經走到那一步了，回頭就是什麼都沒有。你走的時候給我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了4個字：對不起您。你對不起我的不只是不告而別，是你明知道光影秀是真的，明知道他在誣告，還一聲不吭。我不是柳念初，他不留活路我留。京城分店從底層繡娘做起，工錢按行情，不管吃住，3年不得生。所有活計須經趙審過目，願意就去，不願也不勉強。3年，不是3個月。你當初背叛他，用了3個月，他要你花3年補回來，這個代價，你覺得值不值？值，我願意。行了，以前的事不提了。林奶奶留在京城了，過幾個月回來。小姐，京城來的，劉三讓人快馬送來的，林姨的信。清河，你到慧心院的時候，我大概正在巡視門店。京城分店的繡娘已經招齊，沈雲帆從低層做起，今日第1天。她早上來的時候穿的是慧心閣的學徒衣裳。我讓你趙嬸特意給他做了新的一件，乾淨的，從頭開始。太后壽辰在下月15，你的貢品已經在上衣間封存入庫，等你來，我們一起去給太后磕頭。林奶奶說，回來的時候給你帶京城的糖葫蘆。林奶奶要給我帶糖葫蘆。小姐，林姨信裡還說什麼了？
小姐，林姨寫了什麼？她说瘟疫要来了，讓我們備藥。瘟疫？別慌，你現在去鎮上藥鋪，把退燒藥和清熱解毒的草藥全買回來。秋菊，你去曹幫找劉三哥，讓他從外地再調一批藥材過來，跟他說是林姨讓備的。方先生，林姨從京城來信，說江南最近有瘟疫蔓延之事。您是医家出身，您看我们需要準備什麼？如果真是瘟疫，光備藥不夠，隔離間、口罩、繃帶、乾淨的水和柴火都要提前備足。一旦出現病例，立刻封院，不許進出。瘟疫跑得比人快，封得越早，死得越少。隔離間設在哪裡合適？秀莊的秀房，那裡寬敞，通風好，離學堂和宿舍都有一段距離。把秀架搬出來，鋪上木板就是病房。好，從今天起，秀莊停工，秀房騰出來。春桃已經去買藥了。方先生，您把能預防瘟疫的方子寫給我，我讓人提前熬上，全院都喝。一場比京城官司更严峻的考驗即将到来。小姐，是镇上的王保长。蘇掌櫃，鎮上的藥鋪被搶空了，聽說惠心院提前備了藥，能不能勻一些出來給鎮上用？按市價算，不白拿。小姐，我們的藥也只夠自己用的，勻一半，讓王保長立個字據，寫明什麼藥多少藥按什麼價。不是我要收錢，是留個憑證，萬一有人回頭說我們私藏藥材不救鎮上的人，這張字據就是證據。應該的，應該的。蘇掌櫃大義，我替鎮上百姓謝過了。小姐，一半的藥，萬一我們自己不夠用呢？不夠就再想辦法。當年我們在野渡口等船，要不是老船夫幫了一把，早就被追上了。藥能再買，人心買不回來。林姨，你怎么回来了？京城分店有赵婶盯着，不缺我一個。我聽說江南鬧瘟疫，坐不住。這種時候我不在你身邊，晚上睡覺都不踏實。隔離間設在哪兒了？秀莊的秀房。通風夠不夠？水缸備了幾個？窗戶全拆了，通風沒問題。水缸備了6口，柴火堆了半個院子。好，比我預想的周全。清河，你長大了。都是跟您學的。行了，我在馬車上顛了1天1夜，先給我弄口吃的，吃完了我們一起守這個院子。你把秀莊改成藥包出放了？對，鎮上的藥鋪都關了，我們做了藥包，免費發給各家各戶。方先生配的方子。藥包不要白送，讓他們拿東西來換，舊衣裳、米什麼都行。不是圖那點東西，是換來的，他們才當好東西。白送的，沒人認真用。換2個藥包。陳掌櫃，你鋪子裡的繡監們還好嗎？有幾個也發燒了，都在家躺着。給他拿4個藥包，再加1包乾薑。你給他加了1包乾薑，他上次聯名告你傷風敗俗，你忘了？沒忘，但他鋪子裡的繡娘沒告過我，她們也是女人，也是憑手藝吃飯的。我不幫陳掌櫃，我幫的是那幾個發燒的繡幼娘。你比我心軟，但也比我心大。心大的人走得遠，我不如你。陳婆子一早說頭疼，下午開始高燒，號了脈，是瘟疫，馬上隔開，所有跟他接觸過的人全部單獨觀察。小姐，院牆外面有人堆了柴草。把院裡所有能提棍子的婶子都叫起來，今晚不用睡了。
苏掌柜，没事吧？没事，把这些人送官。还有，帮我查清楚是谁指使他们来的。林姨，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这毛贼比起当年侯府里那些吃里扒外的管事差遠了。不過你剛才踹門那一腳夠狠，比我教的還狠。你教的？打蛇打7寸，踢人踢膝蓋。清河，放火不是这幾個混子自己想出來的，有人在背後出錢。你猜是誰？京城口音。對，上次拐小雅的趙文尋已經在大牢裡了，能是誰？安王府的人？還是柳音？柳音沒這個膽子，多半是安王府的舊人，替柳念初出氣來的。不管是誰，現在最要緊的不是查幕後，是把院裡的病人治好，把剩下的孩子護住。你說的對，先救火，再查放火的人。天亮之後，讓劉三繼續查那人的底，查到了別急，等瘟疫過了再慢慢算賬。把後門修好，今晚讓嬸子們輪班守夜，2個時辰一換。牆頭上掛燈籠，讓外面的人看清楚，會心院有人守着，不是隨便能動的。蘇掌櫃，查出來了，周二吼收了3兩銀子，散布瘟疫謠言，還想趁亂放火。給錢的是個中年男人，京城口音，昨天退了悅來客店的房，往北邊去了。往北就是回京城，這個人等瘟疫過了再查。眼下最要緊的是穩住院裡。清河，你管隔離間，我管物資和調度，方先生管藥方，春桃和秋菊管孩子們的生活。從今天起，各司其職，誰也不許亂。小姐，外面來了好多人，都是從各地分店趕回來的。進來吧。掌櫃的。春桃，把昨晚剩下的粥熱一熱，這麼多人趕路，肯定餓了。退了，这條命算是撿回來了。喝了。林姨，你一夜沒睡？睡了，比你睡得多。陳婆子退了？退了。方先生說命保住了。清河，昨晚我想起一件事。當年侯府鬧10億，你公爹把生病下人全趕到城外破廟裡，說怕傳染，後來死了2個，活下來的1個腿也廢了。我記得，那個活下來的是外院掃地的老周，腿廢了以後被趕出府，後來不知道去哪兒了。他去了一家藥鋪當搗藥工，因為腿廢了不能站，就坐在小板凳上搗藥。我後來派人找過他，想給他送點銀子，他已經病死了。你公爹那種人，把人當草芥，他覺得下人的命不是命。你現在做的事兒跟他相反，你把每一個人的命都當命。陳婆子只是廚房裡燒火的，你守了他一整夜。他也是會心院的人。對，所以他命不該絕。方先生說藥材消耗的比預計快，得再想辦法調一批進來。劉三的船隊後天才能到，中間這2天怎麼撐過去，得想辙。我讓春桃去鎮上再收一批藥材，能收多少是多少。鎮上藥鋪都關了，你上哪兒收？陳掌櫃，錦繡府關了，但他做了一輩子生意，認識的人多，藥材渠道他也許能搭上。昨天他來換藥包，我給了他4包加1包乾薑。這人跟我有過節，但不是鐵石心腸。可以一試，讓劉三跟你一起去。劉三有曹幫的身份，說話比你硬氣。陳掌櫃，聽說您有藥材路子，
我認識一個藥材販子，在臨縣，他手上應該還有一批貨。我可以寫封信給你帶去，但這個人只認現銀，不賒賬。銀子我帶了，信你寫，人我去找。蘇掌櫃，上次联名告你的事都過去了。這批藥材如果能運回來，你鋪子裡那幾個發燒的繡娘，慧心院負責治。蘇掌櫃，現在江南到處在鬧瘟疫，藥材一天一個價，我這個價已經很公道了，你要就拿走，不要就算了，後面還有人等着。好，按你的價，但我有一個條件，以後每個月給我供一批藥材，按市價算，不漲價。這次多付的30%就當是定金。蘇掌櫃會做生意，行，就這麼定了。花了多少？比市價高30%。高就高了，人命比银子貴。你今天走之後，又多了3個發燒的，都是大班的女孩，年紀不大，身體底子還行。方先生說，只要藥跟得上，應該能扛過去。以後每個供奉一批，按市價。你跟他談了長期供貨？谈了，多付的30%是定金。商人能救命，他看不起的東西，恰恰救了他最看不起的人。药材這一關我們過了，接下來該備的東西我心裡有數了。你去睡，今晚我替你。林姨，你62了。62怎么了？当年我带你從京城跑出來，在馬車上睡了半個月，吃的比你現在差多了。我不也好好的？所有病患的體溫都降下來了，沒有人死亡。想什麼呢？在想接下來怎麼辦。瘟疫過去了，但鎮上傷了元氣，很多鋪子關了，繡娘們散了，慧心閣的生意得重新做起來。重新做就重新做，又不是沒從頭幹過。10年前我們從侯府跑出來，身上就幾個包袱，現在你有慧心院，有光影秀，有30多個噴店，怕什麼？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慧心院在瘟疫期間組織救援救治病患，扶恤孤寡，功在地方惠及百姓，特賜御筆匾額1塊，文曰“義薄雲天”，欽此。蘇掌櫃，這4個字是當今聖上親筆題的。本官在內務府30年，只見過3次御筆賜匾給民間的商家，前2次都是給大鹽商、大糧商、給繡坊的，這是頭一回。孫公公，這次救災不是慧心閣一家的功勞，曹幫的兄弟打通了路，各地分店送藥送糧，慧心院出去的姑娘們都趕回來了。民婦想再立一塊碑，把救災有功的人名都刻上去。匾額是朝廷的恩典，碑是民間的公道，恩典和公道不衝突。當年我們倆從侯府後門跑出去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皇上會給咱們題匾？沒想過，那時候只想着跑得越遠越好。我也沒想過，可他現在掛在這兒了。你公爹要是活着看到這塊匾，大概會氣死第2回。他這輩子最想的就是皇上給他題個字，到死都沒等到。柳茵的名字是你讓刻的？是。她當年進侯府那天，穿了一身紫色的裙子，笑得跟朵花似的。我以為她是個禍害，沒想到禍害也能變成人。林姨，
你恨了他20年，现在呢？不恨了，恨也是花力气的。我这把年纪，力气不多了，只够用来操心慧心院的事。苏掌柜，我不配。你配不配是我说了算。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扛着包袱站到了慧心院门口，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这件事我记你一辈子。林姨，2件事。第一件是刘三来县了，说当年指使周二狗放火的那个京城口音的男人查到了。谁的人？安王府的旧管事。柳念初被关进佛堂后，他被安王撵出来了。放火是他自己的主意，想替柳念初出气。人呢？上个月病死在通州了。死了就算了。柳念初在佛堂里，安王府也散了，这件事到此为止。第2件呢？太后寿辰的贡品遴选出结果了，慧心阁的光影秀《江山永固图》被选为寿辰正殿的屏风。内务府请我下月进京参加太后的寿宴。正殿屏风，那不是普通的贡品，那是放在太后正前方的。从今以后，慧心楼的招牌上可以写御用2个字了。下月进京，我跟你一起去。10年前我带你出京城，10年后，我们去太后面前磕头。管钱的女人记住3件事，账要清，每个铜板都有来处有去处，钥匙只在你手里，亲爹借也不行。进出货单1式3份，钱不是感情的敌人，糊涂才是。当年林姨在江南小院的灯下也是这樣教我的，一筆一筆，一條一條，把那些賬本攤開在我面前，說錢不能放在手裡，要讓錢生錢。你看看這個，小雅編的，條條清晰，比當年我教你的時候有章法多了。這孩子以後能接你的班兒。他才9歲。9歲怎麼了？你9歲的時候已經能繡一整幅牡丹了。有些人是天生的苗子，跟年齡沒關係。清河，我今天跟你說件事。沈雲那丫頭在京城分店幹滿1年了。趙嬸來信說，她現在的手藝已經恢復到了走之前的水平，年限那一關也過了。我知道，趙嬸每個月都給我寫信匯報。你打算什麼時候讓她回來？3年就是3年，當初定好的規矩，不能因為瘟疫期間他回來幫了忙就提前。規矩破了，以後誰都覺得自己可以例外。好，你現在比我當年還講規矩。我當年處置下人，有時候憑心情，有時候憑人情，你不一樣，規矩就是規矩，這比我高。也是你說過，定了規矩又不執行，比不定規矩更壞。我教你的東西你都記住了，還做得比我好。我去廚房看看柳茵。他這幾天老是咳嗽，讓他歇他又不肯。慧心院3訓：自立、互助、守規矩。自立是根，互助是葉，守規矩是籬笆。有根有葉有籬笆，這棵樹才活得了。小姐，這3條是林姨教您的吧？第1條和第3個是她教的，第2條是她做給我看的。她當了我3年婆婆，不欠我什麼，可帶我逃，教我管賬，陪我打官司，幫我守院。沒圖任何回報，互助是做出來的，不是掛在嘴上的。小姐，京城來的。寫了什麼？內務府要在江南辦一次繡藝大會，由慧心閣主辦。孫公公在信裡加了一句，太后娘娘看了光影秀之後說了一句話：江南繡藝當以此為宗。太后金口玉言，這句話一出來，以後江南的繡坊慧心閣就是頭一把交易了。你準備好了沒有？10年前你帶我逃出侯府的時候，我沒準備好。你教我管賬的時候，我慢慢在準備。進京打官司的時候，我準備好了不靠別人。瘟疫封院的時候，我準備好了守住這個家。等了10年，就等這一天。林姨，你坐我旁邊，你教我管賬，我教你光影秀，讓他們知道慧心閣的根基是誰打下來的。我當年帶你出京城的時候，沒想到你活成了今天這副樣子。好，繡藝大會那天，我坐在你旁邊，你教你那些，我給你管賬本。以前怎麼過，
那天还怎么過？绍兴来的，绍兴绣法以平绣见长。你们这次带来的展品是不是《兰亭图》？林先生怎么知道？你们锦绣坊《兰亭图》3年前在杭州拿过银奖。我虽然不看绣艺大会，但我看账本，凡是跟慧心阁有过生意往来的绣坊，我都记得。今天来了6家，4家是真来参会的，2家是来探形时的。哪2家？这个张记绣坊掌柜进门先看你的展品，再看你的绣娘，眼神不对。这个李记问的全是光影绣的技法细節，不像参會，像偷師。張記繡坊掌櫃我認識，上次在府衙告我的聯名狀子上有他的名字。那就對了，不是來參會的，是來看你出醜的，讓他們看，看完了讓他們帶着一肚子驚訝回去。掌櫃的，沈雲師姐回來了，還帶了京城分店的3個人。掌櫃的，林先生，京城分店派出4人支援繡藝大會，趙嬸讓我帶隊。3年期還沒滿，你帶什麼隊？趙嬸說特殊任務，暫代隊長之職，回到京城分店後恢復原崗。哼，趙嬸倒是會用人，明知道他在考察期還讓他帶隊，這是替他攢功勞來了。你帶來的3個人手藝怎麼樣？都能獨立繡貢品，最快的一個3天能出1幅斗方。那你呢？你手藝恢復的怎麼樣了？年限過關了，配色比當年走的時候穩。這一手功夫能排進慧心閣前10。這次繡藝大會，你負責帶一組繡娘，3天之內拿出1幅展品，主題是江南春色，樣式你定，用料你挑，人手你選。你叫什麼名字？林夫人，多年不見，我是以前侯府外院管馬廄的，您還記得我嗎？記得。你偷賣馬料被人舉報，我查了賬，證據確鑿，把你遣散了。怎麼，今天是來報當年的仇？林夫人，您這話說的，我哪敢記仇？我就是聽說慧心閣辦了繡藝大會，過來看看熱鬧。畢竟當年也在您手底下當過差，來看看老主子也是人之常情。看熱鬧可以，進去之前把你袖子裡的東西拿出來。林夫人，我袖子裡什麼也沒有。那你把右手伸出來。繡花針，針尖上簇的是什麼？你自己說，還是我讓人去請方先生來驗？林夫人，我錯了，是有人給了我5兩銀子，讓我趁人多的時候在展品上劃一刀。誰給你的銀子？我不認識，是個中年男人，京城口音。他在悅來客棧找到我，給了我銀子，讓我趁大會人多眼雜的時候下手。京城口音的中年男人，上次讓人放火燒慧心院的，是不是同一個人？應該是，那人說話的樣子我記得，左邊嘴角有一顆哼痣。宋官，告訴知府大人，此人在慧心閣繡藝大會上意圖損毀展品，人贓俱獲。另外，把上次周二狗放火的案卷調出來，讓他認一認，那個京城口音硬的中年男人到底是誰？林姨，你手勁兒還是那麼大。侯府20多年不是白待的，跟那些管事鬥了半輩子，手勁兒不大，早就被他們啃得骨頭都不剩了。這東西留着，等查出來是誰，這就是物證。周德海和周二狗都是被人雇的，這個京城口音的中年男人到底是誰？安王府的人？不一定。安王府現在自顧不暇，柳念初被關在佛堂，安王要另納新側妃，他們沒空來江南折騰你。這個人可能不是替安王府辦事的，那還能是誰？你忘了，柳英在京城認識的人多，你公爹的舊部、侯府的下人、安王府的管事，這些人裡總有想替柳念川出頭的，也總有想趁機訛錢的。不管是誰，這次留下了人證物證，查到只是時間問題。蘇掌櫃，你這光影繡，本官每看一次都覺得新鮮。上次在京城的江山永固圖是大氣磅礴，這幅江南春色是細膩婉約，同一種技法能出2種完全不同的氣韻，
這是真功夫。小姐，林姨请您去后院一趟。刘三哥回来了，他查到了那个口音的京城医生的人。大人，民妇后院有些琐事要处理，失陪片刻。苏掌柜，那个京城口音的中年男人查到了，他叫冯大，是安王府外院的一个管事，专门管采买的。上次周二狗放火是他指使的，这次周德宏也是他收买的。他2次都住在悦来客栈，用的是同一个假名。冯大，安王府的管事，他为什么要替柳念初出头？冯大当年就是他把柳念初送进安王府的，后来柳念初得宠，他跟着沾光。柳念初被关进佛房，他的采买差事也丢了，换了王妃的人，他不痛快，把这筆賬算在了慧心阁頭上。不是替柳念初報仇，是替自己出氣。柳念初得寵的時候，他跟着吃肉；柳念初倒了，他連湯都喝不上。他不恨安王，不恨王妃，恨我們，因為恨我們比恨安王容易。他現在在哪兒？回京城了，昨天一早退的房，往北邊去了。不過我在碼頭上截住了他，曹幫的兄弟把他堵在船艙裡，他沒跑成，現在關在縣衙大牢裡，和周德粉關在一起。人證物證都在，他跑不了。接下來就是審清楚他背後還有沒有人。安王府一個外院管事，哪來的膽子3番2次到江南來搞事？說不定有人給他撐腰。林姨覺得安王府高層有人指使，要麼是馮大自己想立功，搞垮慧心閣，好讓柳念初翻身，他也能跟着起來；要麼是安王妃那邊故意縱容，借我們的手把柳念初徹底壓死。不管哪種，馮大嘴裡一定能撬出東西。縣衙那邊怎麼說？知府大人已經知道了，說秀議大會結束後親自提審馮大。另外，馮大包袱裡有幾封信，其中一封是柳念初從佛堂寫出來的，讓柳營在慧心院內部打探消息。柳姨沒回。他在慧心院待了這麼久，馮大讓他打探消息，他一個字都沒往外傳。清河，你當初留他留對了。柳英在廚房裡洗碗的樣子，頭髮白了，背也駝了，但每天準時準點，碗擦得比誰都乾淨。蘇掌櫃，您怎麼到廚房來了？這兒油煙大。我來跟你說件事。馮大被抓了，他交代了一件事。他給過你一封信，讓你從慧心院內部打探消息，你沒回信。是，他給過我3封信，第一封是半年前，第2封是3個月前，第3封是秀議大會前，我都看了，我一個字都沒回。為什麼沒回？因為我要是回了，就對不起您。您在我最難的時候收留了我，給了我一口飯吃，讓我在這院子裡有個安生的地方。我沒別的本事，只能管住自己手和嘴，不往外遞一個字。你不想替你女兒出氣嗎？想。念初是我親生的，她落到今天這步，我這個當娘的罪最大。當年要不是我把她送進侯府，又送進安王府，她也許在湖州嫁個普通人，日子苦點，但人還在。可我不能為了她害您。慧心院裡不只有我一個人，還有幾百個女孩，她們都是沒家的孩子，跟我一樣。我不能為了自己的女兒害了這麼多人的家。劉嬸，你今天在台下，我看到了。我跟所有人說，這個獎屬於慧心院所有人，包括你，不是客套話，是真心話。蘇掌櫃，我想求您一件事兒。你說。馮大在牢裡，能不能讓他活着出來？他這個人不是大奸大惡，就是蠢，被差事丟了，氣昏了頭。他家裡還有個老娘，眼睛瞎了，靠他養。我不是替他求情，他該判什麼判什麼，就是別判死。知府大人審完之後會依律判，我不會去干預官府的判決，但如果罪不至死，我也不會要求從重。夠了，夠了。你都聽到了？聽到一半。柳英這個人年輕時糊塗，老了倒明白過來了。他說不能為了自己的女兒害了這麼多人的家，這句話分量不輕。林姨，你說他心裡還恨我們嗎？肯定還有一點，那是他女兒，他能不恨嗎？但他知道恨歸恨歸對錯，能分得清恨和對錯的人就不是壞人。柳英這輩子做了很多錯事，但最後他做對了一件，留在了慧心院。他求我一件事，讓馮大活着出來。我說如果罪不至死，不要求從重。你答應的對，馮大該判什麼判什麼，但你要了他的命，柳英這輩子心裡都過不去。不是替馮大求情，是讓柳英心裡好受一點。清河，
你說这10年，我们最该謝誰？最该谢你。不对，最该谢那個在侯府後門給我們留門的王管事，謝那個在野渡口送我們的老船夫，謝曹幫的劉三，謝方先生，謝趙嬸兒，謝每一個在瘟疫期間扛着包袱跑回來的人。一個人再強，也強不過一群。靈姨，太后壽宴下月15，內務府安排了官船，後天出發。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10年前我帶你出京城，坐的是烏篷船；10年後回去，坐的是官船。當年逃出去的時候，只想着活下來，沒想到10年後，我們是去太后面前磕頭。這本賬冊跟了我一輩子，你嫁妝、我私產、慧心閣進賬，一筆一筆都在。到了太后面前，這就是鐵證。靈姨，你一直帶着這個？帶着，不光是為了防身，是為了提醒我自己，我們是憑本事攢下的這份家業，不是偷的，不是搶的，不是靠男人給的，是靠自己一針一線掙來的。這本賬冊就是我們的底氣。好了，回去收拾東西。後天一早我們去碼頭，這次不用摸黑跑了，是光明正大走正門。威武！我就是看慧心阁不順眼。柳側妃對我不錯，她在佛堂裡受苦，蘇清河在外面風光，我心裡不平。我念書給你的信裡寫了什麼？他在信裡讓你想辦法從慧心院內部打探消息，你說你還沒動手就被人劫了，那你為什麼越過他，直接讓人放火？他不敢供出安王妃那邊的人，供了他老娘在京城就沒人管了。那他替誰扛？替自己扛，把罪全攬了，審到這裡就斷了，他背後的人就會替他照顧老娘，這是底下人替主子扛罪的套路。我在侯府見多了。馮大，你指使周二狗散布謠言，放火燒院，又收買周德海持真毀壞展品，人證物證俱在，你可認罪？認，都認。馮大杖責40，流放500里；周德海杖責20，監禁3年；趙二狗杖責20，監禁2年，退堂。劉三哥，麻煩你跑一趟，趁熱送進去。他吃完了，吃到最後一口哭了，說他對不起柳側妃，也對不起你。人是鐵，飯是鋼，你再這麼熬，我讓人把你的賬本全鎖起來。靈姨，這次大會之後，訂單翻了3倍，我在想要不要再開一家分店，開到杭州去。杭州可以開，但有一條，分店掌櫃不能從外面請，得從慧心院自己人裡挑。誰合適？你想好了嗎？阿蕊，他是杭州人，手藝扎實，人也穩重，在慧心院待了8年，從學員做到教西，該學的都學了。阿蕊可以。但你去問他一句，他願不願意？不是每個人都想當掌櫃，有些人手藝好，但不喜歡管人；有些人喜歡管人，但受不了背井離鄉。你問清楚了再定。掌櫃的，我願意去，但我有個條件，每年回總院進修1次，手藝不能丟。你這批人比當年我帶的那些管事強。我帶的那些人一聽說升職，只想多拿銀子；你帶的人升職想的是手藝不能丟。小姐，內務部的官封，太后壽宴的日程定了，下月15。靈姨，這次壽宴，太后要親自看光影秀的現場演示，不是在偏殿展出，是在正殿當着文武百官的面演示。當着百官的面，這不光是榮耀，也是考驗。演砸了，整個慧心閣的名聲就砸了。你打算怎麼演示？我帶沈雲一起去，她手藝恢復的最好，捏線配色走針都穩了。2個人4隻手，3天繡1幅鬥方。太后想看的是光影秀的技法，我們就當眾秀給她看。沈雲還在考察期，帶她上殿合適嗎？她手藝到了就該讓她上，規矩是規矩，機會是機會，不能因為規矩壓着她一輩子。這話你10年前說不出來，10年前你連給自己爭取都不敢，
现在你不但敢給自己爭取，還敢給別人爭取了。好，帶他去。杭州是繡品重鎮，蘇繡、杭繡都在那裡交匯。你不要想着去了就跟本地老店搶生意。第1年先站穩腳跟，把慧心閣的繡品擺進幾家體面鋪子裡寄賣，等口碑苦來了，再開自己的門面。掌櫃的，我記住了。你就這麼讓他去了，連一個能撐場面的老繡匠都沒給他配。趙嬸年紀大了，不適合長途奔波。沈雲還在考察期。阿瑞帶了6個從慧心雲出來的年輕繡娘，手藝都是我親自驗過的。年輕有年輕的膽量。當年我帶你來江南的時候，也就你一個幫手。年輕人頂事兒比老家伙快，老家伙只會說這事兒以前沒這麼幹過，年輕人會說那我們就試試。林姨，你這是在誇年輕人，還是在誇你自己？都誇。小姐，京城來的，流年初的事。20歲出頭進的佛堂，出來的時候也不到30。他這輩子從侯府到王府到佛堂到尼姑庵到青樓，一步比一步低。他娘柳茵在我們院裡摘菜洗碗，他在外面被賣了。這就是走不同路的下場。柳茵走的是正道，雖慢雖累，終究有口安穩飯吃。柳念初走的是捷徑，靠男人。趙文尋、安王跑船的商人，每靠一個摔一次，一回比一回重。柳茵還不知道這個消息，要不要告訴他？告訴，瞞着比告訴更殘忍，他自己會猜到。與其讓他猜來猜去，每天提心吊膽，不如把信給他看。蘇掌櫃，有事？京城來的消息，念初的下落。他小時候最喜歡吃我做的桂花糕。進侯府那天，他穿着水紅色的裙子跟我說：“娘，以後咱們就是侯府的人了。”高興得像一隻小鳥。後來進了安王府，他再也沒穿過水紅色。安王不喜歡豔色，他穿了一輩子的素色。蘇掌櫃，您不用勸我，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他。但我現在能做的就是把這盆菜擇完。明天早上400多號人還要吃飯。告訴他了？告訴了。柳茵比我強，我要是他，今晚會把自己關在屋裡哭一夜。他沒哭，繼續洗菜。清河，記住今天，女人扛住痛，靠的是一處能站穩的地方。柳茵有洗了10幾年菜，認得這裡每一塊磚。用半輩子換來的踏實，比什麼都值錢。自立是根，互助是業，守規矩是籬笆。趙嬸說她過了。趙嬸這人從來不輕易誇人。他能用上乘2個字，說明沈雲的手藝不但恢復了，還超過了當年。明天他回總院，我想辦一個正式的收徒儀式。收誰？收沈雲？不是，讓他拜趙嬸為師。趙嬸教了他5年，被他傷得最深，讓他當着所有人的面給趙嬸磕3個頭。這個頭磕下去，趙嬸心裡的疙瘩也能解開了。你比我想的周到，讓沈雲拜趙嬸，不是拜你。因為趙嬸才是那個被他傷透了心，還願意重新教他的人。這3個頭，趙嬸值得受。你當初走的時候，帶走的是慧心閣的核心繡譜。你回來之後，在京城分店從底層做了3年，今天3年期滿，你要正式回到慧心閣，需要拜一位師傅，不是拜我，是拜趙嬸。趙嬸，您教了我5年線，我當年沒學會就走了，後來在京城才聽懂，不是多少下，是看線的紋理。這3個頭，謝您教的手藝，也給您賠罪。
回来就好，手艺也回来了，人也回来了，比什么都好。这把剪刀跟了我30年，是我师父传给我的。今天传给你，不是给你面子，是你凭自己的本事挣来的。赵婶这把剪刀，当年在侯府绣房里我见过，他师父是宫里出来的老绣娘，手艺不传外人，能把这剪刀传给沈雲，說明他心裡那關徹底過去了。赵婶心裡的疙瘩解了，沈雲的路也正了。不止，你今天讓所有人都看到了背叛过的徒弟，只要肯回头，肯從頭幹起，也能得到重用。這個規矩立下來，以後會心院裡的人就知道，錯了不可怕，怕的是不肯改。捻線是心性活，太鬆會散，太近會斷，你得聽他的。線捻開了，自己知道停。做人一樣，恰到好處的人，才能捻出恰好的一根線。林姨，他真的回來了。回來的不只是人，是他把那3年摔的跤變成了現在教的課，這才是真正的回頭。掌櫃的，您真的不署名嗎？這本繡譜是您帶着我們熬了無數個夜磨出來的，您不署名，後人就不知道光影繡是誰創的。繡法不是我一個人的，趙嬸教的粘線，方先生教的配色原理，林姨當年護着我們才有了安穩的繡房。名字不重要，手藝傳下去才重要。你以後把手藝交給別人，也不許藏私，藏私的手藝遲早要死，傳開的手藝才會越長越大。我記下了。這本繡譜比我當年寫的那些賬本規矩多了。沈雲，這捻線的分段是你寫的？是，我帶人拆了幾十種粘法，一種一種試出來的。寫得清楚。當年我教清河管賬也是這麼一步一步拆開的，沒想到繡花拆開了，裡頭也有這麼多學問。林姨，你當年教我的時候說，錢要生錢，不能放在手裡，手藝也一樣，手藝要傳開，不能鎖在箱子裡。你現在比我還會講道理，也是你教的。你在畫裡為什麼留這麼多空白？林奶奶以前跟我說過，繡花不是為了把畫面填滿，是為了讓看的人心裡生出東西來。空白的地方不是偷懶，是給看的人留的。他往空白裡放什麼，是他的心。小雅，從明天起，你不再是1等繡娘，你是我的助手，先幫我管學堂的事，給你3個月，做得好，以後學堂就交給你；做不好，回去繼續繡花。蘇姨，我願意。小雅，你過來，這是我當年教清河管賬時寫的筆記。賬要清，鑰匙只在你手裡，進出貨單1式3份。你蘇姨當年學了1個月才上手，你看看你要多久？林奶奶，我會好好學的。這孩子比我當年教你的時候強，你那時候嚇得手抖，他倒是一點不怵。我當年是被你嚇的，半夜闖進我房裡說，快收拾細軟，咱們連夜走。換誰不懂。那是你膽子小，小雅8歲就敢往隔離間端雞湯。膽子比你大。清河，你還記不記得10年前那個晚上，我到你房裡說快收拾細軟，咱們連夜走。你當時愣在那裡，像一隻被嚇傻了的貓。記得，我以為你是來勸我忍的。我當時想，這孩子要是連跑都不敢，這輩子就完了。結果你沒讓我失望，你不但敢跑，還敢在10年後拿着扁擔踹後門。清河，我這輩子做過的最得意的事，不是搬空了侯府，是帶你走。林姨，你怎麼突然說這些？年紀大了就愛翻舊賬，我跟你說這些是想讓你知道，你已經比我強了。以後不管遇到什麼事兒，記住你踹後門那股勁兒就夠了。林姨，你還得看着我。小雅才剛接學堂，沈雲還在帶新人，杭州分店剛開，一堆事兒等着你呢。好，我看着你把慧心守好，把光影秀傳下去，讓那些沒家的女孩有一個可以站穩的地方。我看着你，早點歇着。明天學堂開學，你還得去給小雅撐場子。知道了，你也去睡，別坐這兒盯着我，我又不是7老8十不能動了。今天學堂開學，小雅第1堂課，你不去盯着？她比你當年教我的時候還有章法，不用盯。那就好，我等會兒去學堂後面坐着，不讓她看見。清河，你說咱們從侯府跑出來那天晚上，
有没有想過會有今天？沒想過，那時候只想着跑得越遠越好。我也沒想過，可現在你看看，學堂9間教室，秀娘200多人，分店開了10幾家，咱們2個從侯府後門逃出來的女人，活成了今天這副樣子。林姨，以後我想在這片竹林裡給你和我都留個位置，正對着慧心院，能看到學堂的窗戶。好，正对着慧心院，能看到炊煙升起来，能聽見女孩們讀書的聲音，比侯府那個黑漆漆的祠堂強10000倍。自立是根，守規矩是籬笆。走吧，該去學堂了。小雅第1堂課，我這個老太婆得去給她壓陣。諸位既已入院，便須恪守院規，熟讀此冊。林姨，小雅編的入學手冊，小姐讓我送來給您看看。條條清晰，比當年我教清河的時候有章法。這孩子今年才19歲，編出來的東西能直接當教案用。秋菊，你去跟清河說，小雅這丫頭以後能接她的班，不是我以前說的也許，是肯定。是。要垂青我了。林姨從來沒把話說得這麼滿過。她說肯定，那就是真看準了。認真的說，掌櫃的，小雅確實不一樣。她教新來的繡花，先教看繡面，對光看絲線的紋理走向，跟當年趙嬸教我年線一個了路子，不是教動作，是教眼睛。因為她從小學的不只是手藝，她在林姨身邊待了那麼多年，耳濡目染，學會的不只是繡花和算賬，還有怎麼看人，怎麼教人。又在看那半條手帕，看了幾十年了，還沒看夠。林姨，我一直想問你，這手帕上繡的梔子花是你自己繡的嗎？是。那另一半在哪裡？另一半在京城，在我17歲那年認識的一個年輕人手裡。他沒來赴約，我把帕子剪成2半，一半托人給他，告訴他這一半你留着，另一半我自己留，從此兩不相欠。他叫什麼名字你就別問了，人早死了。死人不需要交代，活人才需要。我今天告訴你，是因為你再不問就沒機會了。林姨，你不後悔嗎？留了半輩子。後悔什麼？17歲繡的，17歲剪的，17歲就斷了。這輩子沒靠過男人，留着他是提醒自己，愛過斷過往前走。女人可以愛，不能靠，愛甜靠苦。我懂了。懂了就好，早點睡，明天還有一堆事。我這輩子最驕傲的，不是御賜的匾，不是太后的讚，是從慧心院出去的女孩，沒一個回來哭訴被夫家欺負，沒一個靠男人救濟活着，她們都有手藝，都能自己站着。這是我婆婆教我的，女人能靠的只有手裡的錢和同樣處境的另一個女人。今天你們都做到了。林姨，你敲拐杖是什麼意思？意思是好，做得比我當年想的還要好。清河，今天那9份協議簽完，你有什麼感覺？說不上來。是撒種子，9家分店自己管自己，賺了歸他們，虧了也歸他們。你把店給他們，不是給錢，是給責任。人只有替自己幹活，才會使出全身的勁。林姨，你當年把鑰匙交給我的時候，是不是也是這種感覺？不一樣。我交鑰匙給你的時候，心裡想的是，這孩子終於能自己站着了，他們以後會比我們更強。林姨，你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沒了，小雅能接班，沈雲能教人，分店都穩了，我沒什麼不放心的。去睡吧，明天你還要去杭州看新店。蘇掌櫃，林先生這是經年積勞，五臟虛損，老夫的方子只能調理，不能治本，你們要有準備。大夫走了。走了。他說你要多休息，少操心。大夫都這麼說，我要是聽大夫的話，60歲那年就該躺着了。說吧，他還說了什麼？他說你是經年積勞，要好好調理。經年積勞，這4個字翻譯過來就是累了一輩子，該歇了。清河，我不怕死，我這輩子活夠了，該報的仇報了，該做的事做了，
跟着你從京城跑到江南，把我前半輩子攒的力氣全用上了。林姨，我走後，慧心院交给你，你是我这輩子最得意的人。林姨，你不会有事的。不欠谁，不愧谁。那个盒子，赵德，你我夫妻20载，缘盡於此。非你休我，是我休你。林姨，休书我替你烧了，账清了，手帕我替你留着。虽然不知道另一半在哪儿，我会保管好。林胜教会我们一件事：女人能靠的只有手裡的钱和同样處境的另一個女人。他用了84年證明這句話，今天不是追悼地，是畢業宴禮。蘇姨，這是林奶奶生病那半年寫的東西，她讓我替她保管，說等她走了再給你。我這一生最驕傲的不是我讓趙家父子身敗名裂，是我親眼看着清河從一個被拋棄的世子妃變成了一個能撐起一片天的女人。這些東西留給慧心院以後的女孩子們，不用署名，就說是院門口賣茶的老太太寫的。蘇掌櫃，要不要加先婢2字？她不是誰的母親，她只是她自己。蘇掌櫃，我刻了30年碑，還是頭一回刻這樣的。什麼這樣的？不帶夫姓，不寫封號，只刻自己名字的女人。以後你會刻很多塊。這不是狀紙，這是檄文。你們林先生當年就用這封休書告訴了天下人，女人不是只能被休，也可以休人。今天我教你們怎麼寫狀紙，不是讓你們去惹是生非，是讓你們知道，律法是女人最後的底牌，手裡有把，心裡不慌。林姨當年在燈下一筆一畫教我寫休書，她說寫不寫是你的事，用不用是老天的事，手裡有刀，心裡不慌。蘇姨，婆婆堂的課程安排好了，每月逢初5、15、25開課，講刺繡基礎、賬房實務、律法常識。第一講我請您親自上台，第一講我來講，但講的內容不是刺繡，是靈儀。女人當家3道坎，怕閒話，怕做錯，怕得罪人。懶不是手腳懶，是腦子懶，遇事等人幫。軟一求就軟，不該硬的全硬了，害人害己。這3道坎我自己全摔過，今天不是教你們怎麼不摔，是告訴你們怎麼爬起來，靠自己的手、手藝、本事、腦子是唯一搶不走的東西。我婆婆是侯夫人，走的時候什麼都沒帶，但有一樣東西誰也拿不走，管了20年家的本事。她跟我說過一句話，今天送給你們：女人能靠的只有手裡的錢和同樣處境的另一個女人。自立是根，互助是業，守規矩是籬笆。我去總院，能見到沈雲奶奶的手稿嗎？光影秀譜原網就在總院，你不但能看，還能在上頭加批注。蘇先生，林先生說的那句話，看光就知道時辰，跟繡花有什麼關係？林姨在烏篷船上教我認水紋，水紋亂了是暗礁，光變了是時辰。光影秀也一樣，你繡的不是死物，是活的光，活的時辰，活的人心。光本身就是活的。小雅，從今天起，這串鑰匙交給你。蘇姨，我會守好這扇門。不用守，門是開着的，誰想學都能進來。你要做的不是守門，是開門。小姐，您真的退了？退了，該讓年輕人來了。林姨當年把鑰匙交給我的時候說了一句話，傳鑰匙不是為了放權，是為了傳。我繡了一輩子，最好的那件是下一件，讓小雅繡吧。娘，這個奶奶為什麼要休她夫君？因為她的夫君對她不好。那她休了夫君以後呢？休夫後，她帶着兒媳逃往江南，白手起家，創辦慧心院，終成一代宗師。娘，我長大了也要休夫。蘇姨，林奶奶要是看到今天這場面，會說什麼？
我當年寫休書的時候，可沒想過會有8歲的小丫頭看了我的休書就想休夫。蘇姨，我給您熬了銀耳羹，天涼了，喝碗熱的。好喝，比你上次熬的甜。多放了顆冰糖。春桃說您最近喜歡吃甜的。小雅，你說林姨在天上那棵大樟樹下看到我們紀念馆開馆了嗎？肯定看到了，她大概正在跟老天爺說，你看那幫丫頭比我們當年強多了。走，去後山看看林姨，給她帶碗银耳羹。林姨，紀念館今天開館了，來了好多人。有個8歲的小丫頭看了你休書，說要休夫，你要是聽到了一定會笑。小雅把學堂管得好好的，沈雲帶出了一批又一批徒弟。阿蕊，你當年教我管賬的時候說錢要生錢，現在這些孩子比錢還厲害，他們在生生不息。小雅，今天天氣好，記得把紀念館的門打開，讓陽光照進去。蘇姨，已經開着呢。今天來了好多人，都是來看休書和手判的。好，讓他們看，看到了才會信，信了才敢走。沈雲，你還記得你跪在門口樓宇那天嗎？記得，那天我以為您不會原諒我了。我不是原諒你，我是知道人只有不怕從頭開始，才不怕跌倒。你現在是慧心閣的總教蘇，手底下帶出了幾百個秀娘，你比當年的我強。你們2個跟了我一輩子，從侯府到江南，從逃難到建院，一步沒離開過。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沒給你們找個好人家。小姐，您說什麼呢？跟着您，比嫁什麼人都強。就是，哪有跟着小姐好？好，那就好。林姨來了。蘇姨，你放心走，慧心院不會倒，學堂不會關，婆婆堂的課不會停。你教了我們一輩子，我們會替你繼續教下去。你不會走遠，你只是下課了，跟林奶奶一樣，你們兩婆媳在天上團聚了。掌櫃的，我這輩子最錯是不告而別，最對是3年後跪在您門口，賬平了，情沒平。您把信任重新給我，這是這輩子最貴的東西。慧心閣的規矩，蘇掌櫃用一輩子立下的，手藝傳開，不許藏私，用人給從頭再來的機會，規矩任何人都不許破。這是慧心院的鑰匙，婆婆先生帶着蘇清河先生從侯府逃出來時，手裡也有一串鑰匙，那串鑰匙打開了慧心院第一扇門。蘇先生把這串鑰匙交給了我，現在這串鑰匙交給你。小雅先生，我會守好這扇門。林先生說，女人能靠的只有手裡的錢和同樣處境的女人。蘇先生說，手藝不怕拆，拆開也是真金。我說，接班不是為了守，是為了傳，不用守，門是開着的，誰想學都能進來。你要做的不是守門，是開門。你這句話寫得好，但不是全部。阿志先生，還有什麼？林先生教蘇先生的不只是看水文，是在最慌的時候還能定下心來看水文。慌張的人什麼都看不見，只有心定的人才能從水文裡看出深淺，從光裡看出時辰。你把這層意思補上。我回去就改。從林先生傳蘇先生，傳小雅先生，傳阿芷先生，傳我，到你，第6代，近200年，最重要的事只有一件，讓更多女人知道。他們能靠自己，也能靠彼此。我最後說一句，接班不是為了守，是為了傳，不是把火種捧在手心裡怕它滅，是把它撒到每一片能着火的荒原上。你懂了，就去吧。自立是根，互助是業，守規矩是籬笆。這不是狀書，這是檄文。100多年前，一個叫婆婆的女人用這封休書告訴了天下人，
女人不是只能被修，也可以修人。婆婆定远侯府嫡妻，修夫离家，白手起家，创办慧心院，教女子自立，传手100年。苏清河，慧心院第2代掌门，創光影秀法，開婆婆學堂，一生未再嫁，收孤女數百。慧心院傳承至今，已歷6代。京城婆婆堂、江南婆婆堂各地分堂36處，凡入學者不分夫婦，不論出身，皆可學。